跟着师傅学了3年，终于练成了能够鉴宝的天眼神通。不过，师傅说我尘缘未了，让我下山去盛世古玩店找这枚玉佩的主人。这枚玉佩的主人到底是谁？哎，嫂子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我是这家店老板，小琴，你不是上山学艺去了，怎么突然下山了？这块玉佩的主人曾经有恩于我家，我师父让我带着玉佩下山来找这块玉佩的主人报恩。这块玉佩的主人，嫂子认识吗？这块玉佩正是我和你哥的订婚信物。3年前你家遭遇不测，我和你哥有婚约在身，便派人相助，帮你们渡过难关。虽然救下重伤的你，把你送到山上医治，但你哥他们还是没有逃过这一劫。多谢嫂子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既然你学成归来，那就留在嫂子的古玩店鉴宝，我给你最好的待遇。什么？老板，你让他一个门外汉负责鉴宝，这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？起码要验一验他有没有这本事。好，嫂子，既然要留下来，自然要服众，那我就跟你比比鉴宝能力。你跟我比，你有这本事吗？赢你足够了。这可是你说的，公平起见，让老板出题。嫂子不必为难，我们呀用店里的物件出题即可。我这里大大小小的物件都有上百件了，你们选一选，看看谁的最值钱谁赢。就按老板说的，不过看在你是新来的，我让你先选。你只是店里的学徒，我让你先选，免得你输了不服气。店内的物件都是被我师傅宋开和亲自整理过的，哪个值钱我最清楚。要是我赢了，你就赶紧走，别在这碍眼。要是我赢了，你就叫我一声秦师傅。好，敢让我先选，有吗？我记得师傅说过，店里最值钱的物件就是它。这下你输定了。找到了，这是咸丰紫檀木观音像，价值不菲，从选择到确定用了不到1分钟。果然没白跟咱们宋师傅学呀。该你了。你选这观音像的五官一板一眼，没有亮点。料子是好料子，如果碰到一个好工匠的话，能卖到20万，但现在最多8万，没人买的话还要降价到6万左右。咱们比的就是价格，我就不信你能找到比这观音像更贵的东西。好，那我就找给你看看。你能比我更了解盛世古玩店里的古董？绝不可能。你要是挑不出比我这观音像更贵的古董，就没资格留下来。小伙子，这次你恐怕要输了。这就是宋开和师傅吧？宋师傅，先让小琴选选看吧。啊，听老板的，你们继续。就这个吧，这个紫檀木算盘就不用多说了吧。如果说刚刚你这个观音像价值8万的话，那这个紫檀木算盘至少18万左右。我果然没有看错小琴。师傅，他说的是真是假？我看看，难道这平时用的算盘，真如这小友所说是件宝贝？是真的，徒弟，这次比鉴宝是你输了。秦老，咱们已经说好了，只挑店里的商品，你这可不算，这只是我们铺子的工具，不算。行了，愿赌服输。鉴宝师考验的就是眼力。你在店里待了这么多年，都没有发现这算盘的价值，而秦老今天10秒钟就发现了，他是一名比你更优秀的鉴宝师。以后你就在嫂子店里帮忙，每个月给你10万。嫂子，我不要钱。凭我的鉴宝能力，想要钱随时都有。嫂子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怎么能向嫂子要钱呢？不要钱？那你想要？哎，嫂子，别误会，你有恩于我，我应该报答你。如果嫂子实在过意不去的话，过年可以给我包个大红包。好，都听弟弟的。嫂子，现在说点正经事。第一件事，刚刚我观察了一下嫂子的天宫穴微微泛红，
这在相书里被称之为桃花穴，恐怕嫂子要有桃花劫了。哎呀，你要说桃花劫，我差不多就明白是什么事儿了。这件事我可以自己解决。那第二件事呢？盛世古玩，顾客稀少，您可知为何？弟弟，你有所不知，我们前几个月连出2起鉴定事故，古玩店的生意一落千丈，大概1个星期没有开张了。那也只是鉴定事故，最多没人来鉴定罢了，不至于连个进门问价的小白都没有。你可知道为什么？这恐怕是有人给店里布了溺水局。不知道嫂子注意到没有，对面这家聚宝楼大门上挂了3面八卦镜。确实如此，可这能代表什么？挂1面八卦镜，我当他是挂八卦用来辟邪的，可他挂了3面八卦镜，就是要坏我们店风水。我去找他们算账，没仇没怨的，凭什么这样？哎，嫂子，别冲动，恐怕幕后有黑手，不要打草惊蛇。我知道了，一定是郭家。郭家？郭传龙贼心不死，非要买我们家的老式龙凤床，一度加价到300万，跟着了魔一样，但我不卖。原来是这样，这件事我帮你解决。不管是郭家还是其他什么人，竟敢用风水局这种手段欺负到嫂子头上，我秦老第一个不答应。嫂子知道你厉害，先别冲动，你先去帮我买一件礼物，用来贺寿。好。小友，我这里有唐三彩，刚从下面出来的，来看看吧。唐三彩的拍卖价格都在100万以上，在这里要是能见到，才真是见了鬼了。哟，这位小友，来看看我这明朝沈周的万寿帖。万寿帖？老板，这个万寿帖多少钱啊？我先说好啊，我这万寿帖可是真迹谢绝还价，一口价82万。真倒是真，但是超预算了。老板，我再看看。切，不识货。哎，这位小友，看看有什么相中的，我来给您推荐推荐。这是正宗汝窑和哥窑的瓷片，还有唐伯虎的残卷呢，都是好东西。这块红山石树桃宝石材质上乘，倒是件价值数万的宝贝。老板，这些怎么卖啊？金的500，银的200，玛瑙300，一共9500。给您抹个零头，给9000就行。2000。那不行，我这金银锭它纯度很高的，至少5000。2000，不行就算了。哎呀，秦大师好眼力，给您了。这也敢买？都知道是假的，不值钱的东西，这不就刷了1层漆吗？他不会以为这是真金白银吧？小伙子，这种工艺品你都要？我这一件50块，量大管饱啊！我买那些只是打个幌子，真正的宝贝是它。站住！这个寿桃宝石我要了，我出5000。这小妞疯了吗？这小子买的东西都是假的，不值钱的。那个寿桃宝石就是玻璃打的石蜡，看起来像玛瑙而已，真玛瑙没个几万块拿不走的。姑娘，你是不是看出来了什么？没有，我只是觉得这个造型好看，想要买回去当个摆件罢了。我也喜欢这个造型，所以我不卖。8000，我出8000。行了，我也不跟你磨叽了。这个红山石的寿桃，我出2万。啊，2万？都疯了吧？这红山石的料子，我按买玻璃的价格收来的，不可能是真的。不卖。3万。卖不了。走入时运了，还不赶紧卖？3万已经超出市场价了。这寿桃宝石材质上乘，工艺精良，若是配上一个合适的玉托底，组成一套卖的话，价格能上10万。
你说要多少钱？5万。师傅太好啊！齐大师，你比我还黑呀！姑娘别中了他的奸计，我这里还有很多宝贝呢，来我这看看。你闭嘴！成交。姑娘，你应该有一个非常合适的玉托底吧？姓秦的，我记住你。哎，秦朗，你竟然在这里当鉴宝师？高大鹏，你这家伙这些年到底干什么去了？也不说联系我，不是说好到阳城找我帮忙干活吗？我打听了一圈，才知道你去终南山当了道士。哎，我还有一堆问题要问你呢。你家不是在南方的阳城搞房地产吗？怎么到荣城来了？房地产不好做，现在我们家转行了。转行？对，进军古玩行业。我爸特地派我来打头阵，古玩街南门口那个聚宝斋就是我开的，投资了500万呢。可以啊，生意如何？别提了，燕京来的那个屌毛呀，就是个花架子，屁都不懂。这钱没挣着，倒让我吃喝玩乐，花了好几十万。我刚刚看你捡漏那个红山石，一转手就卖了5万。侥幸，侥幸。哎，你我还不知道吗？那上学的时候啊，你就聪明。你现在在哪儿干？盛世古玩。哎，别去了，来我聚宝斋吧。我聘请你啊，当我的首席鉴宝师，我给你开双倍工资，怎么样？这个让我先缓缓，我先帮盛世古玩度过困难再说。行，那我也不逼你了，反正呀，咱们是兄弟。哎，有事你就找我。哎，我还真有个事儿要问你。刚刚买我红山石那个姑娘，你认识吗？我看她面色红润，不像是一般人啊。你还真没猜错，她是4大家族之首顾家顾长生的小女儿顾思思，你惹上硬茬了。啊？不过没关系，这顾老爷子呀，为人比较好，他不会跟你计较的。哎，对了，你能捡漏鉴宝，我这个寿礼啊，花了大价钱，你帮我看看吧。你看，明朝崇祯卧室酒壶，怎么样？我有点看不懂。哎，兄弟啊，你可别跟我开玩笑呀，这我可花了不少钱呢。这昨天晚上那个老板他全家给我发誓，这真的是明朝崇祯的宝贝。那个老板说的确实没有问题，这确实是明朝崇祯的产物。你花多少钱买的？整整50万。我爸特别叮嘱我，要我跟顾老爷子搞好关系，我才专门去精品店挑选，正准备送给顾老爷子呢。你呀，幸亏是遇到我，要是让顾长生看到，非得把你轰出去不可。这么严重？兄弟啊，你就别卖关子了，快点告诉我，到底是哪儿有问题啊？你说这是酒壶？是啊。你拿起来。大鹏，你也是做古玩生意的，你见哪个酒壶是没有壶柄的？你被骗了，这个呀，就是崇祯年代捕鼠的器具。他奶奶的，那个屌毛，我要去找他算账。哪一家买的？吕氏古玩。宣家路宅，我们走。吕云才，你个屌毛！我看你是不想活了，赶紧给我退货！我退你个大头鬼呀！你是来闹事的吗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今天你不退也得退。高老板，这古玩生意一向是一锤子买卖，出了店门，跟我没关系啦。你放屁！我跟你提过，这是给顾老爷子的寿礼，让你给我推荐推荐，你就给我推荐鼠罐是吧？我看你这是活腻歪了。今天你不退，我就砸了你的店。狗大鹏，我告诉你，在这里，你是龙给我盘着，是虎给我握着，商品售出概不退货，这就是我们荣城的规矩。还有，你找个专家来也就算了，请一个半吊子算什么呀？这不就是对面店里新来的鉴定师吗？学了1个月的废物渣子。哎，我已经叫了弟兄们，一会儿要这个屌毛好看。哎，老少爷们儿来看一看啊！
这个毛头小子当鉴定师，到店里来找茬了。你才来荣城第1天，就敢管我吕家的事儿？来，你评价一下这个白釉瓷碗怎么样？要是你啥都不懂，就别怪我吕云才不客气了。我吕氏3兄弟也不是好惹的。这刚学1个月，能行吗？我看还是算了吧。可以。他真答应了。既然你想知道，那我就说说。汝窑白釉，其釉面聚而不散，放在光下可以清晰地看出3道波纹。这白釉碗啊，就是典型的现代高仿品。白釉的原料是极品白玉乳玉烧制，这很明显就是粗制滥造的假货。确实啊，这碗的反光度太差了。没想到吕氏古玩还有假货，吕云才太无耻了。好样的，秦老。我们再来聊聊玉器。这玉啊，确实是好货，但是吕老板呢，跟大家玩了一个小心思。各位来看，这只雕花的玉环，玉质色泽几乎是相同的，乍一看呢是一体的，但是触摸起来啊，却能感受到外面的玉环稍显温热，内部嵌套的玉环稍显冰凉。如果用放大镜来看啊，还有更多惊喜。不一样，这就是2块不同的玉。说得对，内嵌的是和田玉，外部的是蓝田玉。蓝田玉的价格远没有和田玉贵。吕老板就是用这2种玉混淆了大家的视线，降低制作成本。这18万的玉啊，最多也就5万啊，差这么多。这吕云才光明正大的挂羊头卖狗肉，就这也是荣城精品商家。这秦朗还真有2把刷子呀，肚子里还真有货。我们再来说说这吕家的镇店之宝，明代大文豪文征明的万字帖。别说了，我认了，这货我给你退了。好样的，秦朗，牛批，这都能看出来。走，我请你吃火锅。秦朗，你别太得意了。哦，吕老板还有什么不懂的吗？今天算你走运了，后天宴会我吕家3兄弟都在场，你敢不敢赴宴啊？放心，我秦朗一定准时赴约。哦，对了，做古玩啊，就老老实实的，别搞一些花里胡哨的。咱们走着瞧。感谢各位师傅，今天店里的营业额突破了10万，干杯！来。另外，我要特别感谢秦朗，让我将朱雀雕像摆在店门口，解决了盛世古玩的溺水局。嫂子，举手之劳，您太客气了。林静小姐，我是岳阳峰，是你未来的老公。秦老，他就是你之前说的桃花劫。岳少，盛世古玩欠中岳典当行的400万，很快就能还上。林静，我不是来找你要钱的，我喜欢你很久了，我为了你可以做任何事，哪怕与整个荣城为敌。而且我还把这个带过来了。妈呀，是9星宝链！林静，这个呀是我爷爷送给我的，当年袁世凯送给他最心爱的女人，现在我把它送给你。岳少，这个太贵重了，我们的关系还没有到那一步。林静，林静，你值得拥有最好的，而且别说是9星宝链，就算是天上的星星，我也给你摘下来。林静，做我女朋友吧。真的不行。我来说2句吧。岳少，我叫秦朗，古玩店的新鉴宝师，懂一点算命占卜。你五官凸起，姻缘有请入身，说明啊，你要找一个比你大3岁的。我姐跟你不合适，强扭的瓜不甜，还是算了吧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说我和林静姻缘不合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，在这胡言乱语。还有，我插一句题外话，袁世凯的老婆在得到这条宝链之后，就在袁世凯逃亡的路上死掉了，说明这宝链啊，只适合鉴赏，不适合送人。虽然珍贵，但也是大凶之物。
你算什么东西？凭什么指点我们岳家的宝贝？你是不是找死啊？给我滚！薛少，林静是我的女人，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林静，你什么时候跟这个小白脸在一起了？我已经是他的人了，请你放尊重一些。还不快滚，等着被打吗？好，林静，你这么对我是吧？你们的古玩店，别想再开了。秦老，刚刚谢谢你帮我解围。我说过，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。那今晚早点休息吧，明天还要去参加茶话会。听说盛世古玩新来的鉴宝师有两下子，捡了一块红山石的料子，反手卖给了顾家大小姐。这个秦朗前2天把吕氏古玩店大闹一场，今天吕氏3兄弟都在场，肯定让他好看。我看盛世古玩今天凶多吉少的，怎么可能斗得过副会长西永生呢？回光返照罢了。嫂子，这大厅里的人听着我们的还不少呢。虱子多了不怕痒，反正得罪了郭家，也不在乎多得罪几家。一会儿不管他们说什么，我们尽量回避。谢永生这个郭家的狗，肯定要为难我。安静，各位，感谢各位来参加今天的茶话会。今天我们请到了我们荣城的大收藏家，顾长生，顾老先生。好。不瞒各位，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让大家看看我这个摆件绿马腾云。不过这当中有一件蹊跷，就看看在座的各位谁能看出来。这怎么回事？这没看出来呀！恕我眼拙，还真是没有看出来呀。要不我来说2句吧。这不是盛世古玩新来的鉴宝师吗？也不看这什么地方，就出来显摆啊！这位小高，挺眼生啊，请问怎么称呼你？爸，他就是秦朗。哦，原来你就是秦朗啊！5万块把红山石卖给了我女儿，真是有缘。对不起，顾老，我不知道大小姐的身份。不用道歉，市场规则就是这样，你情我愿，公平公正。那你就来说说我这件绿马腾云吧。这件牙雕是现代工艺，不值几个钱，而且这雕刻的马蹄方向是相反的，就像是人的左右手反过来了。大家可以看，这马蹄下面刻着几个小字。对呀，真是，真有3个字，龙先生。顾老，您刚刚说的蹊跷，应该就是这吧？说得好，我要说的就是龙先生这枚落款。专门制造赝品，而且惟妙惟肖，以假乱真。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吃过这个龙先生的亏。今天砸碎这个摆件，就表明了我的立场。以后但凡和龙先生有关的任何文物都不能进入古玩市场，我和他势不两立。好。顾老已经表态了，今天我们除了来看顾老这件藏品之外呢，我还要宣布一件事情，就是取消摸宝门一派。好，凭什么？摸宝门是4大门派之首，有上千年历史，凭什么你说撤销就撤销？千禧年以后，摸宝门就越来越少，我们整个荣城古玩界，也就你们家古玩行有一位摸宝门的老师傅吧，还总是出错，我觉得没有必要存在了。当然，今天这个小伙子确实表现不错，但是他也撑不起摸宝门呢。我师傅说的对，这盛世古玩店呢，它就是摸宝门，如果关停了，它肯定会破产的。不过呀，你可以投靠我们关宝门呐，师傅对不对呀？就是，加入我们吧，我们亲自教你们。难道摸宝门就要在我们这一代灭门了吗？摸宝门以前确实强，现在已经没有一个叫得上名的大师傅了。谢会长，我本来还想给你留个面子，既然这样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就你们这几个人的水平，我们摸宝门还
还真看不上。你说什么？就你的水平，我们看不上。秦朗，行，你小子想代表墨宝门，我就给你个表现的机会。师傅，让我们吕氏三兄弟代表关宝门，好好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。谢会长，年轻人都爱表现，你也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，不如给他们一个机会，来一场有奖切磋如何？好，就听顾老的。这里有4千，你们分别拿2000。你们在大厅外的小宝街上寻找你们认为最有价值的商品。这次我做主，秦朗赢了，保留墨宝门名号；吕云才赢了，秦朗给谢会长道歉，并撤销墨宝门名号。大哥，师傅，我们也想来。这里的小宝街捡漏的概率和买彩票中500万一样，这下真的是凶多吉少了。别争了，你们3个一起上吧。太狂妄了，3个一起上，这还用看吗？肯定是吕家三兄弟啊！这秦朗想什么呢？今天输了，盛世古玩店就别想再翻身了。哎呀，小姐，这秦朗糊涂，你怎么也跟着糊涂啊？这我们根本没有胜算啊！宋师傅，如今我们只能相信秦朗了，我们没有退路了。多少钱？3钱，600，速战速决。1钱，少了不买。走了，走了。哎，买。老板，这套相册多少钱？小哥果然识货，这些都是当年的限量版。看看还有几张明星签名照，这都买不到了。给你个友情价，这些加起来一共1万。1万太贵了，签名照我不要，其他的500打包。500？相册这里面可还有碟片呢，也是绝版货。碟片也不要，就500。我也不跟你白扯了，这些邮票也都是绝版货，总价值3000呢，500你拿不走的。老板，这几年的邮票热度都下去了，收藏价值有限。这样吧，其他的都不要，只要邮票，1300。哎，成交。小哥看你有眼光，我再免费送你一张光盘。老板，手撕烤鸭多少钱？80一只。来1只。好的。好。这怎么还吃上烤鸭了？这秦朗怕是知道自己赢不了，开始自暴自弃了，真是耽误我们时间。嫂子，尝尝挺好吃的。我现在哪吃得下呀？你们依次介绍一下自己买来的宝贝吧。这紫砂壶是我花300淘来的，年代距离现在也就40-50年，不算远。可是这材质是淮山玉，这2年行情见涨，我估价不低于800。估价不错。各位老师，这件张国老黄铜摆件是我700块买来的，还请大家看一看值不值这个价。这件物品啊，材质普通，品相也不好。这个摆件看似品相一般，又经历了风雨，但是它的落款是民国著名雕刻家张东志，现在怕是能值5000块。啊，我这个陶罐啊，是从小吃街上搜来的咸菜罐子，我花了700。但是我看出来了，它是昌江工坊的作品，可以追溯到光绪年间。请2位估价吧。这个确实是光绪年间的物品，估价1万元。哎呀，这下全完了，让吕氏三兄弟捡到这么好的宝贝。还没到最后，我相信秦朗。现在吕氏三兄弟的总价值是15800元。以后怕是没有盛世古玩店的位置了。秦朗，这下你露馅了吧？你那点东西，在座的都能看出它不值钱。
那个银碗还说得过去，你那个相册里怎么还夹带着一张女明星的贴片啊？哎呀，谢会长，这个碗确实不是纯银的，我没什么意见。但是相册里的，我建议您还是仔细看看，别打脸了。哼，你那个相册就是个垃圾。鉴定完毕。好，就等您这一句话。顾老，请您查验。难道这是一封家书？梁卓如的家书？难道是他的亲笔？你们知道卓如是谁的字号吗？梁启超，戊戌变法的领袖，梁启超的家书。不瞒您说，我也是梁启超的粉丝啊。厉害厉害，秦师傅，你果然火眼金睛。这张纸虽然破旧了些，但是保存完整，毫不影响它的收藏价值，至少10万，甚至更高。今天很感谢双方带给大家的精彩切磋。曾经摸宝门的宗师带着所有门人保护华夏文物，以至于摸宝门几乎绝迹，但谁也不能抹去他们的光荣事迹，谁也没有资格将摸宝门取缔。好，什么？另外，我要郑重邀请秦师傅参加我的寿宴。这手机号有些眼熟啊，顾老。就算您不邀请我，我也会厚着脸皮去的。我秦某还想借着这一次机会，跟某些人说一句，不知道有些人是怎么当上会长的。在我看来，会长是要具备良好的人品和道德的，而不是凭借背后的势力故意打压外人。比如盛世古玩就遭到了某人和某些家族的打压，还妄图将我们赶出荣城。我秦朗不管是什么牛鬼蛇神，都不会怕他们。哼，放肆！我谢永胜好歹是一代鉴宝宗师，岂容你在这羞辱？你们摸宝门想要证明自己的实力，只有一条路可以选，那就是斗宝。斗宝啊，这斗宝，斗啊！秦朗，想为摸宝门证明，就先迈过我这道坎儿。只要你斗宝赢了我，我就承认摸宝门后继有人；若不然，你滚出荣城。斗宝就是鉴定师的生死存亡之战，一旦输了斗宝，整个鉴宝师的名声也就跌入谷底了。哎呀，小姐啊，千万别让秦朗答应啊！我们已经赢了吕氏，见好就收吧。谢会长严重了，你先喝茶降降火气。顾老，这件事和您没关系，这是我和秦朗的私人问题。哼，秦朗，你到底敢不敢？不敢就滚出荣城。秦朗，怎么不敢？我赢了就当是替古玩界扫垃圾了。好，就定在端午节。哼，秦朗这脑袋是被驴踢了吗？敢跟谢永生斗宝，就凭他运气好，捡到了梁启超家书。说到底还是年轻，没啥经验。我说句实话，秦朗确实有本事。红山石、吕氏古玩，还有梁启超家书，前后几件事已经证明他不是光凭运气。太好了，嫂子，你做的都是我喜欢的菜。秦朗，我非常感谢你在盛世古玩店特殊时期对我的帮助，也让我重新找回了自信。但是我有句话不得不说，我希望你离开盛世古玩店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，我希望你离开盛世古玩店，离开荣城。嫂子，你喝醉了。我没醉。谢永生背后是郭家，势力庞大，你要跟谢永生约定斗宝，会很危险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输的。不是斗宝的问题，我相信你的鉴宝能力，我担心他们对你不利。郭家家主郭传龙坐拥荣城最大的古玩店，光鉴宝师就有20多位，资产上亿。除了正当生意，他手下还有个黑色组织，遇上郭家解决不了的，最后都会交给这个黑社会去解决。秦朗，他们的手段狡诈，虽然这里钱不多，但都是我的一片心意。
你拿着，赶紧走。嫂子，我既然来了，就要把盛世古玩变成荣城古玩的金字招牌。我要是走了，你和盛世古玩店怎么办？我父亲和顾老交好，有顾老在，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。嫂子，我信命，去留，自凭天意。你什么意思？这枚硬币正面我走，反面我走，若是不正不反，我留。这怎么可能？试试就知道了。老天让我留下，明天我就替咱古玩店免费鉴宝，帮咱古玩店吸引人。好。顾小姐，秦老，你先去换身衣服，顾老请你吃饭，可千万别得罪人家。思思小姐，今天的装束好漂亮。漂亮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们男人都是一个德行，见到漂亮的女人就走不动道。上次红山石的事情，我想跟你道个歉。我不知道你是顾老的女儿，所以才要了5万的价格。要不我把钱还给你？不需要，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好说的。也不知道我爹看上你什么，看了这么多年，看到你反倒老眼昏花。哼，好可怕。秦朗，说啊，你怎么不说了？我好像也没惹你，我知道你不开心，但你那些事跟我没关系啊。我爹跟你说了？没，你爹什么都没说，我自己看出来的。哼，知道什么就说出来，不然你就别想吃饭。下巴右侧长了个痘，挡住了财位穴，说明你这2天财运不济。东雀穴黯然失色，说明姻缘不佳。我掐指一算，你男朋友应该是出轨了。气死我了！你给我算算，那个混蛋什么时候死啊？1天1卦，不多算，不多算。车来了，车来了！顾老，对不住，路上有点事情耽搁了，还请见谅。秦朗，你能来我就已经很开心了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省最年轻的文物馆馆长关飞宇。关师傅好。大家坐。看来关师傅也是宗师级别的鉴宝师。秦朗啊，其实呢，一开始我并不看好你摸宝门的手艺，不是那么好练成的。这几十年来，被我认可的摸宝师傅最多不超过5位，但是没想到你年纪轻轻和馆长一样，成了摸宝大师，真是年少有为啊！哎呀，顾老哥，天才不敢当。我认为天赋不天赋的是其次，最重要的是踏踏实实的，是一步一个脚印。古玩这一行嘛，贵在一个字稳。这个东西呢，原本是想让顾老哥帮我看一下，秦师傅来的正好，也请你看一下。关老弟，你还不相信秦师傅的鉴宝能力，非要考验他吗？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嘛。关叔叔，这是什么好宝贝啊？要真的是好东西的话，那我就没收了。这个是宫廷款式的香薰瓶。丫头啊，你这鉴宝的本事，还是得向你父亲多学习学习。快给秦师傅看看吧。2位师傅，秦朗献丑了。2位师傅，我看的差不多了。这个瓶子不是香薰瓶，而是比香薰瓶更加稀有的珍品——暖化瓶。这只暖化瓶的外观完好且完整，而且它的材质和工艺都巧夺天工。这个东西呢，是几年前我从我一个朋友那里收的，30万左右。你帮我看一下值不值？关师傅，您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刚刚我敲了敲瓶身，发现上下声音有所不同，应该是被修补过。30万，你应该是被你朋友摆了一刀。现在相信了吧？是不是年少有为？秦师傅真是有一手啊！这个破绽，我也是到手之后才发现。好了，既然考验过了，那我就直说了。秦朗啊，我这次叫你吃饭，
其实还有一个目的。顾老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为了这封家书吧？你已经是我肚子里的蛔虫了，我也不会亏待你20万，如何？顾老，这封家书免费送给你，1分钱不要。那怎么行呢？白拿的东西直接拿过来，岂不是夺人所爱？秦老，这可不像是你的风格呀！上次敲诈我5万，怎么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？顾老，您这不是折煞我吗？您给我的机会，我怎么能要您的钱啊？您收下吧。不行不行。那这样，您回答我一个问题就行，这封家书就是您的了。什么问题啊？秦正道听过吗？父亲当初为了给母亲治病，变卖传家宝贝，被人暗害，一定要查清楚。你怎么突然提到他了？这个人是我一个远房亲戚。之前呢，他找到我，想卖掉他手上的宝贝，但价格没谈拢，后来就不了了之了。兜售宝贝，卖给谁了？那我不知道。看来他们不愿意说，我也不逼他们。顾老，您为我答疑解惑，这封家书您收下吧。哎呀，这是啥呀？哎，值不值得信啊？嫂子这么厉害，这就宣传上了。免费鉴宝，这家店靠得住吗？可别把我手上的宝贝鉴定错了，我那可是有乾隆爷亲自用过的碗筷。盛世古玩店口碑不咋地，连着出了2次鉴定事故，赔了几百万，都快倒闭了。哎，你知道吗？这盛世古玩店新来了一个鉴宝师，叫秦朗。厉害着呢，在茶话会上打脸吕家3兄弟。有这么厉害？那我要去试试。哎，怎么还不来呀？不是免费鉴宝吗？几点了这？大家稍等，人马上就来。天哪，这么多人！赵子豪、宋师傅，今天人太多了，快出来帮忙！哎，来了来了！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让各位久等了。那个是金大发吧？你请过来宣传的吗？人家可是大网红，出场费1天20万，我可请不起，不请自来的。那就是来者不善呢。拜托了。谢会长，谢会长，是我就在秦朗的鉴宝现场。金大发，活动经费我可是给足你了，你可别让我失望啊！今天啊，100%爆炸新闻，你就等着瞧好吧。他这个怎么样啊？看着，不懂。来，让一让。谁呀？这是谁呀？这是插队呀？这是啊！这种人啊，不用我揭发，一会儿就得露馅。就你们免费鉴宝是吧？来看看我身上的宝物，要是说不出个1、2、3，敢忽悠我，我就把你的招牌给砸了。没问题啊，那我们就从金大发先生的扇子开始。好啊，那你就好好的看看这把桃花扇，看你能看出什么花来。来挑事儿了吧？有好戏看了。这把扇子，他当初花了1000块买下来的，专家鉴定值1万2。标准的金陵折扇，龙骨是淮山玉，看落款，应该是出自金陵8厂吧？算你小子识货，还知道金陵8厂？要是原装啊，这把扇子还能值2万，但是它另有玄机。什么？这16根扇骨啊，虽然都是淮山玉，而且被做旧了，但是淮山玉的玉质会随着时间变得浑浊，而这16根根根透明啊，所以你这是一个半真半假的金陵折扇。半真半假呀！扇面呢是民国的，可是扇骨啊是赝品，最多值500块。500？这么看，金大发也算不上捡漏，倒是亏了500块。扇子说完了，来各位，我们再说说金大发先生的手链。来各位，我们再说说金大发先生的手链。秦朗，刚刚算你走运，你要能说说这个链子，我算你真有本事。来，袁世凯的百佛链，当年啊是由2位珠宝大师联合打造，这该不会也是金大发先生捡漏得来的吧？这百佛链是我上个月从荣城古玩市场花5万收的，而且啊，我还请了博物院的教授帮忙鉴宝，他们一致认为啊，这就是当年袁世凯的百佛链。
一位夫人啊，出价200万，我都没有心动。我作为古玩界的一份子，有义务保护文物。如果允许啊，我愿意把它交给国家。你敢捐，也没人敢要啊。这其中啊，还真有不少问题。难道你刚学1个月的新人，比博物院的教授还厉害？你这话今天必须给个交代，要不然我金大发第一个不放过你。秦大发，我告诉你，这是仿品，漏洞百出。首先，民国的炼金技术没有这么纯，这个连一点杂质都看不到。其次啊，这雕工刻工也不符合庆师傅和发师傅。最后也是最关键的，这落款发字应该是繁体字发。金大发，你倒是说说，这博物院的教授是怎么给你鉴定的？连这几条破绽都看不出吗？我看你今天不是来鉴宝的，而是来砸我们林家的场子的吧？可惜呀，你惹了不该惹的人。好，恕罪金大发虚伪的面具。请师傅看看我的宝贝，这是我的。今天收了138万的货，还卖了30万的，真是大丰收啊！钱老，你今天晚上有空吗？思思小姐，什么事情？没别的事情，就是想请你吃顿饭。今晚不行，我们老板要带我们去鬼市。秦朗，我不跟你兜圈子了。今晚岳阳楼有个私人拍卖会，我想让思思去锻炼锻炼，又不放心她一个人去，你去陪她吃个饭，然后带她长长眼。可以的，顾老。好你个秦老，架子这么大，非让我爹才请得动。你给我出来！顾老，让我去岳阳楼的拍卖会帮顾思思。岳阳楼拍卖会，这个拍卖会很厉害，每一次的成交都在数百万。难怪，这要是让顾思思看走眼，那岂不是轻轻松松赔个几百万？这样吧，我们分头行动。我和宋师傅，我们先去鬼市上，你和顾思思去参加拍卖会。好。这身衣服，这红酒，思思小姐，你就直说吧，是不是想让我当你男朋友？哼哼，你脸皮怎么这么厚？我让你演备胎。我跟我男朋友分手了，本来没什么，结果他也要来岳阳楼参加拍卖会。原来如此，害得我在古玩店紧张半天。你男朋友叫什么？任鸿飞。这个混蛋还找了新女友，还是个模特，他一定会在我面前炫耀的。明白，今天的任务就是让别人看出我们是情侣是吧？而且过得比他们幸福。是这个意思。咱俩要装得亲密一点，千万不能让那个家伙看出来，不然我要丢人丢到姥姥家了。哎呦喂，这不是顾思思吗？哎呦喂，这不是顾思思吗？顾思思，你速度够快呀！这才几个星期，你就物色到新男友了？不过你的眼光越来越差了，至少找一个像我这样的男神呀！我找谁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这智商还没有我们秦朗一半高呢。说到这儿，我就要好好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女朋友艾米丽，正经985高材生，还是马尔代夫选秀模特大赛的冠军。思思小姐，我听说你和我们家鸿飞谈恋爱的时候，一直都很想要这条流星飞燕的吊坠。不好意思啊，这是给儿媳妇的传家宝，你可千万别太羡慕了。我才不羡慕呢，你收好。哎，你这男朋友是干什么的？一看这身装扮，不会是卖保险的吧？哼，我正式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秦朗，是职业鉴宝师。你的事我听说了，个子不高，挺爱装，保险的事不用找我。另外，你脸色蜡黄，手脚微僵，
回去好好补补肾，酒就别喝了啊！你小子胡扯什么呢？谁肾不行了？我管你什么鉴宝师，我分分钟弄死你！就是，一看就是乡野村夫，恶心。哎，思思，哎，怎么？你小子想搞我？我就不信你小子真敢动手！我告诉你，现在就是顾长生来了，都没用。哼，走，我们别跟这群人渣计较。哎，思思，别生气，我想说两句。我就是想说说你这件流星飞燕。不用你跟我科普，我已经上网查过资料了，价值好几百万呢。哦，像你这样的鉴宝师，也就只有看看的份。哦，那就有意思了。曾经有一位日本收藏家向潘同飞大师购买这件商品，却被大师严词拒绝。但那日本人用各种卑劣的手段向大师施压，结果就是这件流星飞燕被大师砸碎了。尽管后来大师用各种方法修补，但修补的痕迹却非常明显。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我就是想说，这件流星飞燕非常完美，是赝品，最多500块，以后啊别显摆了。走，思思。艾米丽，你听我解释，这小子纯属胡扯八道啊！混蛋，无耻渣男！秦朗，敢陷害我，你小子给我等着！可以吗，秦朗？我就说嘛，那个吊坠可是他们家的镇宅之宝，怎么可能随随便便送给一个女人？哼，你今天可算是帮我出了一次气。举手之劳，思思小姐。哦，对了，我在给顾老爷子准备生日礼物，向你打听一下，顾老爷子喜欢什么收藏？这个嘛，不好说。我爹他收藏东西就讲究一个字，奇。什么才算是奇呢？都来看看了啊！当年纪晓岚用过的烟杆儿。哎呦，老板，这烟枪怎么卖？哎呦，小哥，你可真有眼光。纪晓岚知道吗？这可是当年大学士纪晓岚用过的烟杆儿。你说是就是啊，有什么证据？哎，这可有落款啊！纪云。老板，这纪云的云是你自己写的吗？我们还扎手呢。哎呀，没想到小兄弟是行家呀！1800，赚你200的路费，不多吧？1000块，不能再多了。1500，少你200，1200，成交。老板别动，这东西2000我要了。岳阳峰，你懂不懂古玩界的规矩？先来后到。顾小姐，我是来救你的。秦朗是个彻头彻尾的渣男，前2天还在跟林静勾勾搭搭的，今天却来跟你约会。你自己啊，注意点。不需要你拯救我，我跟秦朗之间什么关系都没有，我不想看到你，赶紧消失。顾小姐，这边是鬼市，价高者得，这可不是那个什么古玩城。2500， 4000，我出。你的了。嘿嘿嘿。干嘛？不蒸馒头争口气。那个烟枪顶多值3000，没必要扔钱。哎，客官慢走，公子有眼光啊。老板，那这个佛像多少钱？小哥眼光更尖，这佛像可不简单呐，这佛像可是宋朝的。哦，这不是宋代的佛像吗？我也要了。岳阳峰，你是不是有病？哎呀，两位老板真是使我这个小摊蓬荜生辉啊！这样，价高者得，你们出价8000。这东西没什么问题啊，佛像的耳垂、眼神都符合宋朝的雕刻习惯，5万是正常的，8000块未免太少了一些吧？秦朗啊，秦朗，看到没有？这才叫实力，有钱啊才是王道。像你这种穷小子根本不适合玩古玩。老板，剩下的全部打包。多少钱？什么？全部打包？全部打包。秦朗，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。我把佛像给你抢了，面子上过不去。你打包，你打算出多少钱呀？小哥，你是开玩笑的吧？不开玩笑，包括那辆3轮车我都要了。干嘛这么冲动？
跟他怄气啊？那可不行，男人丢了什么都不能丢了面子。好，这话你说的，我应了啊！老板，今天所有东西我也打包了。哎呀，两位老板，既然都想要我这个东西，那我就不妨挑明说了，这批货呀，是我昨天晚上刚花了12万进的。这样，以12万为底价，还是老规矩，价高者得。你们出价13万1块。什么？1块钱？哎呀，老板，就你这点破铜烂铁能值几个钱啊？难道他出价1个亿，我就要进价1个亿啊？秦朗，你买这些东西出13万，你还什么天才鉴宝师？哥们儿，你脑子秀逗了吧？哥们儿，你脑子秀逗了吧？哎，大家都来看看啊，这个傻子竟然还要跟谢会长斗宝呢！看来我们还是高估秦老了。什么天才鉴宝师啊，都是炒作出来的。以我对你的了解，这里面有好东西吧？到时候你就知道。全部打包。哎，好。哎，快说，看见什么好东西啦？思思小姐，我先卖个关子，后天就是你父亲的寿辰，到时候我再揭晓，你就等着瞧好吧。跟我玩这个，挠死你！就把车停在这里啊？你也不怕这些宝贝被人偷走了？谁要是能找到，就算跟他有缘，就当我白送。你也真是心大，赶紧把东西放好，我还等着你带我去长长眼呢。他俩不是闹掰了吗？你一定很好奇吧？你以为你那点小花招就想拆散我们？我们可是真心相爱的。虽然我还没过门，但是鸿飞送我的那条流星飞燕的吊坠，已经很能够证明他的真心了。你俩好不好的，我倒是无所谓。不过把赝品说的这么津津有味，我也是头一次见。都是来参加杨老板拍卖会的，没必要争执，是不是？我叫赵英明，在燕京开古玩店。你就是秦朗秦师傅吧？很高兴认识你。赵老板客气了，我那点本事啊，算不上什么天才，但总是被人误会。啊，来都坐吧，来。我听说啊，今天杨盼儿杨老板也会过来，他在哪儿？我认识。杨老板是个女人，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，见到女人就走不动路了。杨盼儿老板怎么就不能是个女人了？不是这个意思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由于我个人原因迟到了5分钟，没想到今天的鬼市这么热闹，我车都开不进来了。大家都是老顾客了，咱们闲话少叙。哇，凤冠霞帔，好漂亮啊！这件凤冠霞帔是我去长安时所获得。据原主人所说，这件凤冠霞帔是他外婆的陪嫁品，当时可是花了60两银子打造的。经专家鉴定，这件凤冠霞帔可以追溯到明朝正德年间。这件宝贝我们一定要拿下，我老爹就想要这么一套，他大寿那天我正好送他。不行，这是陪嫁品，当礼物送不太合适。切，我老爹才不讲究那套规矩呢。那老板一开始不打算卖给我的，我可是前前后后跑了6次才把它买回来。这件凤冠霞帔起拍价100万，各位老板出价吧。100万，我要了。150万，200万。你们这些家伙呀，没有一点诚意。我出300万。赵老板大气，我出400万。我出500万。我出。没必要加价了，差不多就行。这件宝贝我势在必得，我老爹说了，只要不过分，就能一直加。那要看值不值。我有疑点，杨盼儿说了，这件当年是主人花了60两银子打造的，但是那个金凤凰头冠就有1000克重，剩下的蓝田玉点缀也有1000克，所以他们加起来肯定超过60两，还不算手工钱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杨盼儿卖的那个东西不是金的？我觉得这个金冠不是金的，是铜的。你的意思是，杨盼儿卖的是赝品？他从来都没说过这个金冠是金的。真是狡猾，怪不得业界都叫他小狐狸。
小狐狸，他手段这么高明，你觉得他的那些宝贝都是正规手段得来的吗？依我看啊，他的这些宝贝都是靠他搔首弄姿，从男人手上骗来的，再通过私人拍卖的手段合法洗白。800万，有钱难买，我喜欢。虽然价格有点高，但我敢保证，不出3年，价格必定翻2倍。接下来是2号藏品，这是盛唐时期很流行的乐器。这件藏品是李隆基的所爱，大家猜猜看，这是什么？照杨老板说的，这是箫吧？您就是秦朗吧？我听说过您。您说的不错，等拍卖会结束后，我请你喝一杯。这对箫材质有所不同，红色的是竹箫，绿色的是玉箫，这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的。这对箫我就不多过多介绍了，大家可以上来鉴宝了。起拍价300万，现在开始。300万，我要了。400万，500万。这些代表团都在抢，我们不抢吗？那你知道为什么要竞拍吗？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箫的末端刻着管二。那是谁啊？唐代乐器大师。如果这2件真是正品的话，价值会在850万上下。但是可惜啊，另一只箫的末端根本就没有管二的落管，所以这2只箫根本就不是一对，实际价值才600万左右。我出1000万，我出1200万，我还不信了，拿不下杨老板的货。各位老板不要气馁哦，前2件藏品不感兴趣的话，第3件大家一定感兴趣。这可是跟明代著名画家唐伯虎有关系。这不就是古代的文房四宝吗？我还以为是唐伯虎的真迹呢。我倒是看出来了，这是成化年间的，勉强啊跟唐伯虎挂上钩吧。就算是唐伯虎用过的，也说明不了什么。这狐狸精啊，想着法儿骗我们钱呢。这件文房四宝的价格起拍价1000万。这娘们疯了吧？也敢要1000万？真的没有人喜欢吗？过了这个村儿，可就没这个店了。1000万，我要了。啊，你确定？赢了算你的，输了算我的。秦朗1000万，还有人跟价吗？恭喜顾家。你找男朋友啊，真厉害！1000万拍了个什么玩意儿？笑死我了！这小子应该是被灌了迷魂汤药。这里是鉴宝的，不是看美女的。秦朗师傅，你能跟大家解释一下，为什么拍下这件文房四宝吗？文房四宝，我要的是画。秦朗，你不会以为这是唐伯虎的真迹吧？是不是真迹？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。接2层，把画作1分为2，一面是实面，一面是油面。所以说，这幅王守公祭图的市场行情不低于1800万。我看这回还有谁有话说？瞧见没，各位老板，我没开玩笑吧？喂，秦师傅早啊，我是杨盼儿。昨晚说好的吃宵夜，怎么你人就跑了？杨老板，有事吗？行啊，别的男人都抢着跟我吃饭，你倒是躲着我，不给你上点手段是不行了。青云狼刀，师傅下山的时候交代，如果想报仇，这是必须要先找到宝物。嘿，秦师傅，你现在有空了吗？等一下，他怎么知道我要找这把刀呢？你怎么知道我要找这把刀？我知道的事情多着呢。美兰早餐店吃早点吧，要准时哦。你有事吗？要不你坐，我换个桌子。哎，秦朗，你去哪儿啊？这是我哥，他平时不苟言笑，不轻易开口交流。
原来你们认识啊，杨老板，你怎么知道我要找那把刀？我知道的事儿多着呢，比如你现在还是一个处男，没有什么能瞒过我的眼睛。你下山后桃花运泛滥啊！我问你，你是喜欢知书达理的林静呢，还是古灵精怪的顾思思呢？或者你可以考虑一下我跟你同岁。杨老板，还是聊点正事吧。有人出这个价，3000万，你能出多少？3000万？先别惊讶，3000万还拿不下呢。你出个价吧，我有个底。要是在我这儿的话，我至少能卖5000万。你的意思是，这东西现在不在你这儿，你这不靠谱啊！再说了，我也没有5000万。哎，别走别走。杨老板，说点正事吧。我不跟你兜圈子了，没有几个人知道那把刀的价值，所以我们有机会找到，到时候我们平分。我怎么找？占卜啊，你不是最拿手的吗？那也得有挂引啊。今年5月19号，发布照片的是一个18岁左右的男孩。杨老板，你就不怕我比你先找到吗？我想得到的宝贝，从来没失过手。心中有疑惑就来找八爷，八爷一出手就知有没有。大爷，你跟我说话吗？我在家排行老8，人称八爷，人称古玩界百事通。原来您就是八爷，我倒是听林静说过。小哥，向我打听消息，价钱可是不便宜，得按规矩。这次呀，象征性收你几百块，下次呀，可要翻倍了。哎，这个杨盼儿到底是什么身份？专业寻宝人，2道贩子，身价可不低于顾长生。那他怎么知道我的信息啊？多少？2000。这个问题啊，你算是问对人了，因为啊，他也是刚刚从我这里花2000块钱打听到的。哼，你这是双向收费啊！这样吧，我再送你一个。他之所以能在古玩界混得这么风生水起，主要啊还是坐在你对面的何志斌，他手下人命可是颇多呀。最后一个问题，您知道秦正道吗？秦正道啊，来到荣城找的第一个就是林时彪，那3件宝贝啊，林时彪吃不下，所以啊，他就只给了他一些钱和一对宝物，帮他渡过难关。林时彪找到顾长生，秦正道与顾长生啊，生意谈妥之后，我记得那天交易啊，来了很多大佬，但是后来我就不知道怎么样了，你必须亲自去问顾长生。嫂子，今天怎么穿这么正式啊？你忘了，今天是顾老爷子的生辰，我让你准备的寿礼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都准备好了。宋师傅说，在你的3轮车上找了半天，都没找到能做寿礼的东西。寿礼已经不在那车上了，我先去换衣服，可不能迟到了。你准备好就行，我相信你。秦朗，怎么这么久才到啊？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儿子顾思邈，这是他的师傅铁先生。原来他们说的那个鉴宝天才就是你啊！没有，只是运气好，在荣城捡个漏。对了，顾老，我给你带了个礼物。宋代的凤纹玉，这简直太珍贵了。7串破钥匙，我在金陵学关宝们的手艺，真想跟你切磋一下，看看哪家手艺更厉害啊！胡说八道什么呢？秦朗啊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，他呀从小就爱争个高低的，跟你的差距太大了。我看未必吧。顾老这么说，思邈怕是有些打击他的学习积极性了。再说摸宝门怎么能和关宝门相比？摸宝门就是上不了台面。你住口！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就是背叛师门的铁手吧？你说什么？凭你也想教训我？让你师傅顶一道下山还差不多。别吵了，以前的恩怨不要再提了。金先生，跟我来一趟。秦朗，我跟2位打了个赌，谁送我的礼物最贵重，我就回赠他这个九鱼玲珑塔。拥有这件风水神器，必定家财万贯，富可敌国。刚才在所有的礼物当中，就属你的礼物最贵重。秦朗，
你的祖辈一定做了大善事儿，竟然让顾老把这九鱼玲珑塔送给你。秦老啊，你这一身本事一定会在古玩界翻江倒海，不出意外，你也会是一位鉴宝宗师。顾老，为什么是我？因为我想给他找个好归宿。哎，我不能要。秦老，你疯了吧？各位前辈，我明人不说暗话。当年我下山的时候就没想着要赚大钱，最重要的是为我父亲的死讨一个公道。顾老，您要是想要帮我的话，就告诉我3年前秦正道是怎么死的。我知道你们有什么难言之隐，放心，今天的事情我不会向外界透露一个字。秦正道是你父亲，老顾、小关，我看我们说了吧。老苗，你疯了吧？你不知道会有什么代价吗？那难道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吗？你们要隐瞒到什么时候？我们姚瑞斌做不到。姓苗的，你要是说出一个字，就别怪我给你翻脸。你最好把脑袋拎好了，自己下水，不要拖别人。秦老，我们告诉你了，你必然找仇家报仇，但是你不是对手啊。秦朗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你能成为鉴宝宗师，我就告诉你真相。好，一言为定。现在这个秦朗还是有点本事的，就这个鱼白琥珀够吹一辈子了。谢永生才2万块拿下了张大千的话，反正我买秦朗，万一他真的行呢，赔率高，赚得多。谢永生绝对不会输。你买了自己的赌票？很有自信啊！我要不要也压你？买个心安。我相信你。请问秦朗师傅在吗？哦，我就是。我有一些东西想给你看一下。小姑娘，你这镇纸你打算卖多少钱？小姑娘，你这镇纸你打算卖多少钱？你们先报价，如果价格不合适的话，就是没有缘分，我再去找另一家。我看不超过1000块。我看过了，你这镇纸可以卖到2万的价格。2万？可以吗？可以，只要超过8000就可以。开什么玩笑？你做慈善呢？你难道不需要给个说法吗？我对你嫂子有交代就行了，跟你没必要说什么。我们作为店的一份子，有权利得知道，不能看着你赔钱。秦朗，告诉他们吧，不然他们是想不明白的。你们想知道，那我就给你个交代。这就是个松木的镇纸，顶多也就重了一点。松木最多2斤而已，你都没好好掂掂，这比5斤甚至还更多。这是青天镇纸，是当年清朝的康熙下发了16块给官员的，里面是黄铜，你说值不值2万？这技不如人呢，就多练，别没事找事。大哥，我还有一件东西，本来不想给你们看的，但是家父有交代，还是请秦师傅看一下吧。这什么玩意儿？扔路边都没人要，还叫？不知悔改！你这个月工资扣2000，干活去。父亲说这是他几10年前买的，当时花了不少钱。它原本上面是一个菊花的图案，可等再拿出来就变成这个样子了。我是觉得他可能被骗了，这可能就是绢布氧化了。这不是绢布，这是银丝编织的。但有一点你说的很对，它确实是氧化了。我看了估价在8万左右，如果是宫廷的，价值能翻倍。太好了，我父亲的病有救了。我家里还有一些东西，但是我带不过来，您能去看看吗？这户人家的老爷子有不少好东西啊，如果能有大货，斗宝说不定。好，嫂子，这镇纸和绢布你先收好，我去看看。好。
父亲，这位就是秦朗师傅，镇纸和手帕他都已经买下了。哦，多少钱买下的？手帕是8万，镇纸2万。苏新蕊，快退钱，卖不了这么多钱。不用退，那2件物品就是这个价。太谢谢秦师傅了。不用谢，我来这里是来看看还有没有其他东西。听这位姑娘说，您还有其他东西想卖。嗨，其实啊，也没什么。苏先生，要不您先躺会儿。谢谢，秦师傅的关心，我这是老毛病，治不好了。我听说秦先生，你是摸宝门的弟子啊？是，我师从第1道道长，根正苗红的摸宝门弟子。对，我听说摸宝门不仅会鉴宝，哦，占卜中医都会一些。要不我帮您看看，不收钱。您这身体还是有些特殊的，肺气亏虚，长阳血弱。看您这面相，早年是挖矿的吧？秦师傅猜得真准呐！我年轻的时候是挖煤的。您这病不难，要是信得过我，我帮您按一下。我父亲这血怎么是黑的？这黑血是积累在身体里毒血，早年落下的病根。哎呀，还真是。秦师傅，您这是治好了我的病啊！举手之劳。嗨，看来你是摸宝门的弟子无疑了。啊，苏新蕊，去把青云狼刀拿来。青云狼刀？这怎么会在你这儿？从我小时候就一直在我家。你们是谁？我叫孙雄飞，郭氏珍宝集团业务经理，今天来收债。苏晨欠了一笔钱，现在连本带利40万。40万？苏晨他是怎么欠你的这笔债？苏晨已经是成年人了，他欠你的，你去找他还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哼，妹子，这个说法可不对。父债子偿，子债父还，几千年的规矩，我这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。哼，我的房产证怎么在你手上？行了，老头儿，玩不起，搬出去。不可能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给我上！姓孙的，别来无恙啊！秦朗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里的事跟你没关系啊！上次说你没文化，你是真没文化。借款人是苏晨，房产证是苏晨的名字吗？你有什么资格收走这套房子？你怎么那么多废话？信不信我废了你？废了我？来呀，试试。我怎么就不信呢？秦老兄弟，我错了，我不该来收房子，我再也不敢了。苏晨怎么欠的钱啊？他上个星期去赌钱，输了5万，这偷来了房产证，又借了15万，本金20万，利息20万，你们是真够黑呀你！都是上面的规定，我们只是执行者啊。房产证留下，滚回去告诉郭家，以后有什么事来找我。好。秦朗师傅，太谢谢你了。这把青云狼刀送给你了。那我就不推辞了，以后有什么事来找我，很快就是我和谢永生的斗宝了。我先回古玩店做准备，先告辞了。喂，杨老板，我已经找到刀的位置了。刀已经在我手里了，杨老板，你这次找到的速度可不够快啊。什么？好你个秦朗，你够快的呀！承让，杨老板，与其说是我找到了青云狼刀，不如说是青云狼刀找到了我。行吧，那你先去准备斗宝吧，到时候我可是会在现场看的哦。杨老板放心，你要是压我，可以赢不少钱。别高兴得太早，我这边给你透露一下，郭家人最近有点小动作，估计啊
手段有些下三滥，你小心点儿。感谢杨老板提醒。好了，各位，今天是2位师傅约定斗宝的日子，至于缘由，我就不再多说了，请2位师傅说出你们的诉求。哼，自打这个秦朗来到荣城之后，目无尊长，狂妄自大，诋毁郭家。我的诉求很简单，就让他当众给我和郭家道歉，并且滚出荣城。这谢永生3番5次的找盛世古玩店的麻烦，还要把盛世古玩赶出荣城，并且废除魔宝门。我的诉求很简单，他斗宝输了就要给盛世古玩店道歉，还要给魔宝门的英烈们道歉，并且撤销副会长职位。我宣布，斗宝开始。本届斗宝由我和苗瑞斌大师以及关飞宇馆长共同担任评审团，比赛为3局2胜制，题目由关飞宇馆长出。下面请听第1道。2位师傅请听题。第一轮呢叫做去伪存真。众所周知，现在的古玩行业充斥着大量的赝品、仿品，这就意味着去伪存真迫在眉睫。请2位师傅从眼光来评判你面前的这24件藏品的真伪，限时10分钟。秦老是摸宝门，这谢永生是关宝门，这第1轮只准看不准摸，对秦老不利。你面前的这24件藏品的真伪，限时10分钟。1号翡翠手镯，划痕损伤，包浆全是做旧赝品。8号、10号都是玻璃赝品。这谢永生的剑宝可真厉害。放心吧，林老板，这第1回合呀，谁都能看出来是谢永生占优势，但是3局2胜，后面秦朗肯定会赢的。小姐你在哪？有急事儿。急事儿？急事儿？师傅肝脏剧烈疼痛，快不行了。这个节骨眼，真是的。高大鹏，我有急事儿，先出去一趟，马上回来。行。斗宝的情况，你记得跟我说。知道了，那你快点回来。宋师傅，宋师傅，你醒醒！小姐，快跑！是你，老板，得罪了。老板，得罪了。事到如今，我也不装了，我摊牌了，我就是郭家派来的卧底。你以为我真的愿意跟着宋开河当学徒啊？要人脉没人脉，要能力没能力。要不是为了秘籍，我早就走了。你背叛师门，伤害你师父，你个无耻小人！你一个月才给我多少钱？人家郭家一个月给我1万。你真以为秦朗能赢？他要是真能赢，有你在我手上，他也不会赢啊！可恶的郭家！那谢永生已经验出7件赝品了，这秦朗行不行啊？1件都没验出来。秦朗，今天你是怎么了？时间到，秦朗，说出你的答案。18号。还有呢？就18号。这11号和19号也是赝品，你都没看出来吗？还自称自己是鉴宝大师，笑死人了！各位，你们误会我的意思了，我是说18号是真品。秦朗，我们今天是选出赝品，你说真品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除了18号，其他的全是赝品。这怎么可能呢？24件只有1件是真的，绝对不可能！我看5号就是真。秦朗，你想也想疯了吧？你以为我谢永生是瞎子吗？还是说下面的老板、评委都是瞎子？大家请安静，这个结果我也很意外。
下面由关飞宇馆长公布答案。第一轮，秦朗胜。5号怎么解释呢？1号我看就是真的。这块玉佩看起来完好无损，玉质透明，外围品相也好，但是这块玉的下半部分有明显的玉色区别，在光下看不出来，但是把光遮住之后有明显的分界线，这是很明显的拼接痕迹。我们再来说说这个1号物件，这个是祭奠山神的物件，看似完美无缺，可就是因为它太完美了，没有做工的痕迹，才暴露了它是赝品的实质。秦朗，我们支持你，打败谢永生，打倒郭家，还古湾市场一片安宁。感谢2位师傅的精彩表演，请2位师傅休息一下，准备下一轮比赛。卑鄙，太卑鄙了！秦朗，正如你所见，林静现在在郭家手上，希望你能在斗宝中正常发挥。记住，是正常发挥，你的表现决定了他的结局。各位，下面开始第2道测试。断带是鉴宝的重要功底，下面就考验2位断带的能力。请2位说出桌上物品的年代，对一个加10分，错一个扣20分。时间对于你们是平等的，都是10分钟。2位如果没有异议，就可以开始比赛了。好，哈哈哈！我先说，这个是清朝的玉手链，还有南宋的茶壶，还有明朝的字画。这个是明朝正德年间的徐渭满月帖。一口气4家，秦朗要输了。秦朗，怎么说？那我就从你这4件里面选2件。这斗彩茶壶出自明朝，但是在南宋那儿就有器物的雏形，而现在这件既不是宋朝，也不是明朝，而是清朝对明朝的仿品。刚刚你说的徐渭的满月帖，你真是历史盲。你说什么？我家里挂的就有徐渭的字画，你倒是给我说道，我想听听。这徐渭的满月帖啊，虽然是正德年间创作，但是并没有创作完，章是徒弟后来盖的，所以它的完成时间应该是明朝万历年间。我宣布谢永生分数清零。好样的，秦朗，这一招釜底抽薪，好啊！裁判组，我要弃权。这什么情况？这明明要赢了，为啥要弃权？老顾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好好的说不玩就不玩了？这我也不知道啊。动手！大家不要觉得奇怪，秦朗大师弃权也在我的预料范围之内。这场面上也没有多少物件了。我发现那边有块砖头，是秦砖，颜色青灰，质地坚硬，合格的秦砖。第2轮，谢永生胜。要不休息一下？大家请安静，现在休息一下，你们可以自由活动，让2位师傅也休息一下。哎，我说大哥呀，你怎么就要弃权了？这瞎子都能看出来，你就要赢谢永生了呀！高大鹏，林静被绑架了。你这么一说，我就明白了，郭家干的吧？我这就去要人。哎，行了，这不是你那几个人能解决的。林静不能出事，只能弃权了。拖时间。原来是你在幕后指使，你这个背叛师门的禽兽！哎，别激动，师傅，咱就说这个秘籍给谁不是给？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们？我告诉你们，秘籍我已经给秦朗了，你们拿不到。
美女，有什么事吗？不管你们老大是谁，现在让他给我出来！哟，原来是来找老大的。老大品味越来越高级了，要是让我爽一晚，让我少活10年我都愿意。你敢打我？都给我住手！郭家人的素质有待提高啊！你们这些人影响了荣城的市容。这不是杨老板吗？你来这儿干什么？把里面那2个人给我。秦朗何德何能让杨老板来要人？我就不跟你客气了，把里面的人给我，回头我请你吃饭。你这个面子卖不了。看来我这个面子你是不给了。你不是有个保镖很能打吗？从我们这些人身上踏过去，人就能带走。就你们会绑架是吗？你看这个人是谁？啊！郭老大被绑架了！你们这些人都出来了，郭传龙身边的几个人能挡住何志斌吗？不可能，一定是假的。接电话。现在进行最后一个比拼，这一局决定2位的输赢。比赛的内容仍然有1个字：估。请你们2位各自挑选一下物品，给对方进行估价。谁的估价离我们裁判组的近，谁就赢。秦朗，秦大师，这个6号青铜酒壶，你看一看。咋不啦，秦朗？现在没底气了。哈哈哈哈！你一个刚来荣城的新人，就敢挑战协会会长，现在后悔了？哼！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告诉你，晚了。各位，不好意思，刚刚有事出去了一趟，现在我回来了。你死定了！我继续比赛。这个酒壶可不简单呐，秦汉时期的精品，放在市场上那可是天价呀。这酒壶上面有一些土，看来是地底下出来的冥器，这没法估价呀。我选择4号文盘给他。这文盘是清朝康熙到乾隆年间的，材质呢是黄花梨，但是呢上面没有显示是哪个工匠所做，所以我估价12万。秦朗，谢师傅给出12万，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有，我的估价是3万。刚回来就有好戏看了。3万还不够买那清朝黄花梨的木料，这连我都能看出来。各位，我查过黄花梨的资料，如果按黄花梨的大小，应该有2200克，但是现在眼前的这个只有1200克，这就是缺斤少两啊！有可能这里面掺杂了其他的木料，或许已经被白蚁啃食了。综合估价31000元。太好了，这谢永生他输了。杨老板，谢谢你救了我嫂子。郭家人手段卑鄙，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你可算是欠我一个大人情呢。哦，对了，宋师傅呢？宋师傅的伤没有什么大事，只不过他被徒弟背叛，心里不太好受。这个赵子豪，我们都看走了眼，不过他已经受到了惩罚。对了，谢永生呢？该他履行承诺了。你们在找谢永生吗？他要履行他的承诺。他输了斗宝，身败名裂，真是便宜了那家伙。你放心，我们会提交文件弹劾他副会长的位置。经此一战，你们盛世古玩必将再次成为荣城古玩最闪耀的星。庆功宴为你们准备好了，一起庆祝吧！顾老，今天虽然取得了胜利，但是我们盛世古玩怕是没有心思吃庆功宴了，我们还得赶回去看看。哦，对了，顾老，别忘了我们的承诺，待我成为鉴宝师之后，
你要把我父亲遇害的过程全部告诉我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次斗宝是我们赢了，盛世古玩站起来了，魔宝门保住了，并且击溃谢有生，重创郭家。来，干杯！现在店里就我们3个人，后续我还会继续招人，扩大我们的实力。我们现在找人是很容易的，可千万别再看走眼啊！好，行，那明天见。秦老，谁的电话？刚刚顾思思来电，主要说2件事情。什么？第一件事，她说要来我们店内当员工。思思小姐要来啊？这个还要嫂子定夺。她来倒是没什么，也不是图工资来的，而且顾家这么大的势力。那第2件事呢？她说要来商讨一下什么世界鉴宝大会。世界鉴宝大会，这个我知道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如果我们赢了，我们盛世古玩可以名扬海内外。但是参加这种比赛，需要得到古玩协会的推荐，并且店内的藏品要在1200万以上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的实力怕是不够啊。我想想办法，等明天思思小姐来了，我们再一起商讨一下。秦老，就你们2个吗？哦，嫂子一大早就出去了。我还等着办入职手续呢。我真觉得没这个必要，你在这里待着就行。嫂子呀，也不好意思使唤你。我都无所谓啊，我主要是想和你学魔宝门的手艺。顾小姐家都是关宝门的？什么门？本来跟我就没有关系啊。我之前在国外学的是西方仪器鉴别，也很准，只不过仪器不好带，等验好了，东西早就被别人拿走了。哎，大赛的事情你们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去肯定是要去，就是入场券还没弄到手。有办法了。嫂子，弄到钱了。我找到了银行，虽然我们现在只有800万的货品，但是因为斗宝让我们名气大涨，银行估计可以给到1200万，只要把整个店铺抵押就行了。店铺抵押了，我们去哪儿？秦老，你该不会以为世界鉴宝大会在荣城吧？在哪儿？长安。时间呢？荣城古玩协会已经邀请了我们，后天就到达赛场。这么赶？事不宜迟，抓紧收拾行李。第2站，长安。